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我们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静儿老师，欢迎；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任占敏律师，欢迎；情感导师周小鹏老师，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他瞧不起我。他有的时候就是太斤斤计较了。他现在总是没事找事儿，他就看不得我高兴。他身边狐朋友太多了，我根本排不上号。人家都是老了享福，我是老了遭罪。他现在岁数大了哈，越来越不安分了。有请这对夫妻，有请。赵先生60岁，来自沈阳退休；李女士56岁，来自沈阳退休。有请两位，有请。主任老师好，评委老师好。主持人好，评委老师好。好，今天来是干嘛呀？我们俩吧，结婚30多年了。哎呀，我在他心目当中吧，就是一直没有位置。哎呦喂！他拿我吧，就是从来不当回事儿，从骨子里就是从来没瞧得起我。退休了之后吧，就是借酒借题发挥，没事就骂我。所以我今天来找评委老师和主持人给我评评理。你本来原来不这样，就是因为你接触到狐朋狗友之后，你才变成这样的。你别老说我朋友，这不都是被你逼的吗？啊！我在他心目当中一点都没有位置。他拿他弟弟和他姐就特别为重。就前年吧，他姐家就是需要用点钱，他从来有什么事儿也不带跟我商量的，就是回家命令型的。进屋就喊媳妇儿给我求5万块钱，我姐需要用。我说那你这为啥这事儿不跟我商量呢？你上银行取钱是不是你得提前1天预约呀？是，别跟我废话，赶紧给我取去。就是这个态度。他弟弟家前年就是整房子有点活，完我这边吧腰有点疼，非得逼着我去。你跟我去给他干点活怎么的？能累死你啊！就是这样式的对我，没拿我当回事儿啊。我怎么没有拿当事儿了？就是我们俩本来很好的啊，他回家了，等他从家里边回来之后，变了人一样。这里边我也不知道是谁给你后边指使的你，回来就翻脸。你吧就是小心眼儿，那是我亲哥亲姐，他能指使我去跟你离婚呢，是指使我怎么地呀？就是老是不相信我娘家这些人，说白了就是没瞧得起我娘家人，因为我家条件特别困难。完再一个呢，他老是指使我，就是让我干这干那的。你看去年过年的时候吧，他姐他弟弟他们都回来了，我就像个小保姆似的，搁厨房里忙来忙去的。等到上桌的时候呢，人家他姐夫就给他姐照顾的可好了，夹菜倒汤的。人家弟弟呢，就是给他弟妹又是夹虾又绞肉的。我搁厨房继续干活，他都不知道。我上没上桌，他也不知道。等我就是把活干完了上桌的时候，2个空盘子出来了。我说那时候你咋不想到我媳妇儿没上桌呢？你给我夹口菜留着，夹个虾，我不在乎那点菜，就在乎你有没有姐姐回来我。串门的，离得很远，多长时间回来一次？你说我们俩中老大，我是长子。如果就说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干，我不干，你是让2个老人去干的吗？我们都是一家人，干点活不应该吗？我一说让他弟弟干点活，让他弟妹干活，人家一天有买卖累够呛，那怎么就是我是闲人呗？你姐是出嫁了，是姑娘了，那回来怎么的？好事说咋没有说姑娘跑外结婚了，别摊的，那什么事都有。这个我批评你一下啊，按照咱中国人的这个传统，长子嘛，长嫂嘛，这规矩讲不讲？要讲。但是我翻回头问您一句话，咱老李里面没有说不疼媳妇儿吧？这个得分怎么疼，我不能说在那场我疼，回家我多应酬不是没有啊，在那场合里面我夹只虾放在空盘里，给我媳妇儿，这事儿不丢人吧？人家在那张罗忙叨，您夹只虾，夹2块鱼，留一盘单独的菜，这事儿不丢人吧？不丢人。您做了吗？没有做。你看，接着说。最可恨的不是还老阻止我去跟朋友聚会。那你说我在家里得不到开心，得不到快乐，我出去跟朋友在一起找乐趣，咋的不行吗？我原来吧，我就以为他就是跟我朋友有什么误解哈，然后我就带着他出去跟朋友一起在一起吃顿饭。回家之后进屋就挑理呀，这个对他不礼貌了，那个又没敬他酒了，我要稍微反驳一点那就开嘴就开。但是你让我去，我去不去？你让我去，我跟你去。该做的事情我做了，面子给你撑足没有？但你那朋友怎么对你的？拍拍打打，
拥拥抱抱，我是个男人，你让我怎么想？吃完饭了，拍拍打打，不很正常吗？但最可气当中，就说在那场两个人非常藐视的，俩人就是说了怎么几句话。就好像说的我，你说让我心里怎么想？我能不知道你们有什么见识的思想？老是吧，就瞎合计，别人说他啥了。去年呢有一次哈，他出去喝酒去了，我就寻思我也出去放松放松，我就跟朋友出去溜达溜达，回来正好在院里头碰见了，我心里我还合计，给我点面子，可千万别骂我呀。哎，果不然的照这话去了啊，老远就听着。张牙舞爪啊！你又跟谁鬼混去了？又勾搭谁去了？哎呀，说的老难听了，那话我都说不出来呀。你说年轻的时候挺清白的，老来老去的，让他给我整的，还生活作风有问题了。但是我到了我这岁数，你说我都60岁了。你怀疑啥呀？你说我就跟他出去溜达溜达，你们能干出什么好事儿？连我朋友的面子都不给，你说哪有这样事的？我到了我岁数了，我没有什么别的嗜好，我是偶尔喝点酒。但是我喝完酒之后，有可能跟你就是吐点这个真话，要不说你可别给我吐真言了，全是骂人的话，你这就骂人的话，这叫真言呐。但是你就说这个酒的事情，过后说我也觉得不太对。但是就说你自从接触社会这些朋友当中，你跟那个完全判若两人。我也不傻子，我接触啥样的朋友我不知道吗？比如说5块我不知道啊，我用你跟我指使啊。比如说，就说你原来前你非常勤俭持家，你现在开始疯狂的购物，这都花钱是被你逼的。这个就说我在这个你的这个手机当中截了一个屏，就是那个什么这有吗？带来了吗？啊，带来了，你看，付款多少，买点东西，我就觉得买东西是我一种收获多少，你就这种花销，你说谁能受了？你买了那么多东西，拿着回家有很多用不上，而且你让我去跟你求，那我这是凭什么跟你求？再者，你花了钱之后有什么意义？怎么没有意义啊？我买衣服穿我美，但你买的没有用的，怎么没有意义啊？这属于网购最不可理解的。他戴了一个钻戒，我发现我说这假的吗？他说假的啊，我就过去了。过2天高兴告诉我是真的。我说你哪儿来的？他说我跟你生气。第2天我买的，哎，我说这个钱我告诉你啊，我这个戒指，我就是所有戴的金银首饰，都是我跟他生气完事儿，我自己去逛街的时候，我生气一次气我就买一样，生一次气买一样。这个戒指我是前年买的，多少钱？1万多块钱。我这个镯子我是去年买的，多少钱？我戴这项链全1万多块钱。他也有生气，我就出去购物。你不单是这种购物，你现在买保健品，你这个最可气，我非常不理解。你拿了保健品给我2次大孙吃。说了1次，他不听，连一吃。后来我就跟他急了，我说你这个不能给孩子吃。那我这保健品买完了之后，人家说的是补气补血的，你成天让我生气，我气的这疼那疼的，那我不点补点啊？不，人家说干嘛给孙子吃？那我孙子，我觉得他那个吃也挺好的。你那朋友说全是一种谬论，他给你就是一点好处没有，给你那我吃这玩意儿比你喝酒强啊！你都不知道，主持人啊，我肯定不知道。前一段时间他出去喝酒去了，出去之后我说那我就搁家去干活吧，我就从上到下的该洗的该擦的我就全干完了，干了1天累够呛。完我家养个小狗。我就把小狗也遛完了，我合计这累够呛，那我出去放松放松吧。我就跟朋友出去，搁院里头哈，我还穿着遛狗服呢，我就搁院里头来回跟人走圈，一边唠嗑一边走。等到我遛完了之后，我回来走到咱家楼梯口，我就听着楼上叮当的啥呀。我进楼梯口的时候，我还合计，我说这楼上小两口谁家又干起来了？结果越走越不对劲儿，走到咱家门口的时候呢，我一听是咱家里头出来的声儿，他也没在家呀，还给我吓一跳。结果我一敞开门之后哈，我一看满地的玻璃碴子，进屋我就说：“我说你干啥？你这喝完酒了回来耍什么疯啊？你砸啥呀？”我一看砸的都是便宜搂手的，什么水杯呀，什么烟灰缸啊。我说你砸点狠的，你把房盖揭了，把电视砸了，你砸那便宜搂手的干啥呀？我说你又因为啥砸呀？跟谁来气了？你就互相打架呀？我这个之后，我就是我这喝酒，我可能借这酒之后一种发泄，但是为什么这么发泄这么郁闷？因为原来前之后你在1个月当中吧，你有个1次2次跟这帮朋友，我没有说什么。但是最近到什么时候呢？你1个星期3次，你有什么话可唠？有什么嗑必须得见面？你这是干什么？谁家能这么受得了？能得到你的哄，我能开心能快乐，我能往上外头找朋友去吗？我不也是搁家憋屈吗？那你说我一天委委屈屈的，过了30多年了，我现在终于让你给骂醒了，我明白了。要依你的愿，你说让我搁家成天哎。当驴当马的，是我媳妇儿这么的，媳妇儿那么的，我现在终于让你给骂醒了。我想出去找快乐，找开心，我都已经快60人了，不行吗？成天这么骂我。
我也没有骂你那个话呀，你都学不出来呀，就给你骂的呀，真的就无地自容。我如果我要是那样式的人也行，对，我认了。你说我还一直就是说的以家为主。您的意思是说我与其这样，我不如就变成那样的人。那我还不敢变，我有个姑娘，在她面前我还得树立我的形象，树立一个妈妈的形象。大哥这就更没办法了。我还有一个大孙儿，我更得树立我的形象。但是你现在我就是探讨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接触你现在外头狐朋狗友，你说就是这个哪个高人给你出的点呢？你说就是说他不会开车，我也不会开车，我们俩都没有票。我告诉你一说这事儿吧哈，我看前2天哈，我刚跟他生完气，我现在吧一听着出去喝酒啊，我这心呐都嘚瑟。前一段时间中午，媳妇儿晚上有饭局啊，你说我刚开始吧还挺高兴，哎呀妈，你可走了，我自己搁家哈放松了。但我一合计，你走了，你说早晨走了，这晚上还得回来呀，我这心呢就嘚瑟呀。我一合计得了，我给自己找一个逃路吧，给他威。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去看看大孙儿，想大孙儿了，我赶紧逃吧，我就上姑娘家了。上姑娘家了，结果我还不放心呢。我到了晚上9点多，我说姑娘啊，你给你爸打个电话，看他回家没，别让他喝多了搁外头磕了碰了哈。再一个，我家养个小狗，我得遛啊，你别整个12点11点回来，小狗不憋着了吗？完我说的，你给你爸打电话，我说你爸呀，最近呢喝完酒老骂我。完我姑娘还不相信呢，我姑娘说的，妈呀，你有时候你这性格吧，我爸一天出去喝酒，那喝就喝点呗，他回来喝多了啥的，你给他整点水，别老磨叽。我说姑娘你都不知道，我说你给你爸打个电话，然后你再说。结果我姑娘给他打个电话，电话把拨过去了，那边我就听着啊一顿骂，骂谁呀？骂我姑娘。完事呢，我姑娘说：“哎呀妈呀，我这会知道了，这会你知道这么多年的委屈了吗？你说我爸你现在是这个问题，电话号码就开始骂。你的就说你现在不相信我，看着我，你本身刚才视频跟我完事儿了，我本身喝点酒。”你就说让我朋友看到电话我进来，你让我朋友怎么想？那你出去喝酒，你说主持人他出去喝酒了，我作为媳妇儿的打个电话，我问问他几点回来，在哪呢？让他少喝点儿，我不对吗？这个事情咱不说呗，就是刚才我刚才说半道，别对您没利的事儿您都不说行吗？你给我拉安顿，主持人，那边我刚说我也没有票，他没有票，也不知道哪高人给他指点，他买台车，我说你也没有票。你也不会开，那我看这哪个高人给你指的？你这是这个车不太贵，但它也是个车呀。你说你买的放那干什么？你这不找钱烧的吗？那谁让你前一天晚上也有生气呢？那我逛街逛完了之后，我一看我该有的我都有了，那我就别买了。我一看那小车挺好的，我会开不会开的，我先整回家呗。您这个生气的时候消费其实也很理性，是吧？不随便买，买所需的。我这手啊脖子都戴满了，我就买车是吧？有时候也不太理性，买完回家也后悔。那你就像如果说是就这种生活，我们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不是开矿的，你这么一整之后，你就处于这么消费，一整这么消费，这是那现在这车呢？车搁那摆着，搁家放着呢。赶紧考本啊！那考本之后都已经买回来了，考本我就不用管了。我现在主任跟你说的事情呢。就说你现在这种样的生活跟我这么对立，你说任何也不跟我商量，你想怎么的？你说这你以前的事不也没跟我商量吗？你要是以前你该干啥干啥，你跟我商量，我能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吗？让30年之前我肯定不敢。你别说这是，那你要这么整，几万块钱了，几千块钱、几百块钱，我都在这回家问问你。哎，老公，以前，哎，我老公回家我买个裤子。我来问问，这别说大哥，我也怀疑啊，就谁给你这么大的底气？30多年的气受完了，你现在跟我这么反，他太气我了。您退休之前做什么工作的？方便吗？技术工作的啊，技术，就单位里面很厉害，算是吧，算是。那说话也是说一不二的，对吧？在某些工作上，人退休了，怎么着？看不上人家了？不是说看不上他了，问题他退休了，他长脾气了，喝完酒了之后。您这退下来多久啊？半年。半年我都受不了了，你说还有还有20、30年呢，你说问题呀？就那您退休多久啊？我都退休5、6年了。您这5、6年过得可好？是好是坏吧？那现在他不也有生气的时候，我就觉得可幸福可好。现在怎么个意思？就不跟他在一起就好呗？也不是。那您怎么个意思呀？我就是想让你们评委老师和主持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还。就是您这报复性的，这叫报复性对抗，让我们评理是对还是不对，是吧？对。那您承认您这是
带有一定报复色彩的对抗，是吧？就是你越不愿意让我这么做，我越去这么做，是这意思吗？是，也不是。那到底是什么？解气了？我就觉得我自己，每当他惹我生气的时候，我出去，每当我就是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我就觉得心里就开心了。啊，他现在对你买东西这事，我觉得倒还好。他现在对你跟那帮朋友在一起这个做法，他特别的在乎。那你说人也不可能没有朋友啊？你交朋友我都不阻拦，那为什么我交朋友你老去阻拦呢？他就是从跟我结婚，就是没相中我的性格。没相中你的性格，他怎么会跟你结婚呢？谁知道他呢？你问他呀。对，大哥，我是一个男人，我有责任，我有担当，这是我就是针对对他一个回答。啥回答？担当、责任，男人，哎呀，是责任。人家嫁给你30年，你连个我因为爱他娶她都不敢说，来一个担当、责任，你这太招恨了吧？这一个我这岁数30多年从来没说过。不太好说。您这什么岁数啊？不就是60岁吗？主持人说对，也是。我说对，您自己说，您为什么娶人家啊？当时喜欢。那现在呢？现在他成天这么整，跟我这么拧着干，你说你让我能说什么？问一句啊，学驾照了吗？没有。2个人把驾照学了，开车出去玩去，车买的挺好的，听起来特别乐啊。但这背后其实你能看到夫妻之间的感情。平常就属于那种憋着心里不说呗，对，戒点酒就那个呗，对。本来我不怎么喝酒，我量也不大，就这几年当中，就与他那些朋友还有他的亲属接触。你看他一整就是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说成天我的朋友。你得想为什么是你的朋友？我就是这么想的。为什么是你的亲属？没瞧得起我，也没瞧得起咱家娘家人，更瞧不起我朋友了。人家刚才最抱怨的一句话是1个礼拜得3、4次，那跟这些人聚会的时间多了，跟我在一起的时间不就少了吗？那我不是说了吗？如果我要在家能得到宠，能得到就是开心，我还能出去找朋友聊天吗？听懂？你打都打不走我，对不？那不是我搁家得不到爱吗？那我直接说。我直接问啊，那你爱他吗？以前爱。什么时候不爱了？现在也多多少少爱点吧。这爱就是爱嘛，这较什么劲啊？老师们给分析分析，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说实话，阿姨内心是极其自卑的。她其实无非现在想找你要个什么东西呢？她要自信，她就想证明她这几10年你不说爱我。你看，现在你退休了，我是不是也这么优秀？他较那个劲儿，他也较在这儿。他觉得你没有在他自卑的时候告诉他，你不用自卑。其实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我就是要跟你结婚，我要跟你生儿育女。他之前在踏入婚姻的时候和这么多年，你没有给了他这段话，就是你在高位的时候，你没有让他觉得舒服。他要的是一个体面，他觉得他前半生已经过得让他觉得自己是不舒服的，所以他就想退休了。现在他觉得你们俩终于平等了，那现在我是不是可以找你要一个体面？我是不是可以向你证明一下我的魅力？他其实想做这个事情，但这个阿姨吧，她就有的时候她有点容易上头。您真的是有点冲动消费了，咱有一说一啊，就别这么霍霍。然后我想跟叔叔您说的是，其实您要从现在开始去改掉您的一些问题，就是其实要从现在开始学会表达了，就是您要肯定他的付出，哪怕跟他说，老婆过去你辛苦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规划，我们合理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你根本就没有一个让他说话的方式，他就像个小孩儿，我就是要引起你的注意。你不理我是吧？我就搞破坏。还有至于您说的什么，他的那些什么所谓的狐朋狗友，这个是您下的定义啊。你们俩之间的问题无非就是那点志气，所以已经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可以花钱，但是咱有基数的花钱，可以胡闹，但咱别伤感情。实在不行的话，你们家回去就现在买个黑板，你就留言，你想跟对方说什么话，你要说不出来就写，对吧？其实所有一切怀旧的这种方式，都是可以找回你们俩当初的情感的。2位嘉宾，你们好。你好，老师。其实，在我办理的大量的婚姻案件中，因为这种情况很多啊。因为呢，你认为你在婚姻中没有得到尊重和关爱。是的。所以，你干了2件事：第一，交朋友；第二，
疯狂购物，因为你要找一种替代，来满足你在婚姻中得不到的尊重和关爱，获得暂时的快感和满足感。对。第二个，也是一种自我奖励。你不给我买，我自己买。对。我自我愉悦，我自我欣赏，我自我快乐。对，就是这想法。但这个事情你发现没有？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位领导从位置上退下来了，你现在可能敢和他去算账了，敢去对抗了。也不是，是他给我骂醒了。骂了你30年，你为什么现在醒？我就是怎么说呢？他现在吧，就是比以前就是骂的厉害了。以前嘛，我能接受，但是现在吧，他一骂吧，就是关系到我生活作风的问题了，把我这一身的就是那个名义都给整臭了。就再好朋友，搁人家面前也不给我留面子。要是这么的了，又让人上哪鬼混去了，就老难听了，有些话我都说不出来。那么就是说，你的意思就是，先生的骂，从量变达到了质变，而且内容呢涉及到你的作风问题，你受不了。对，就是不尊重的程度更深了。对吧？所以现在才导致你为什么要寻求一种平等和对抗？这是我跟女士说的。第二个，我跟先生说，这位先生一看，肯定是长期在单位做领导。我的建议是，主动放下身段，退下来了，咱们这个架子别端着了，主动沟通，不要再互相指责了，不要再倒旧账，而我们要翻新篇，面向未来吧。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第一，这边要抬高自己，这边我要放下身段，双方达到一个平衡，那你们的夫妻关系就和谐了，就美好了，就幸福了，就可以开着车一起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好吧？我就谈这点。谢谢老师，谢谢任律师。我们有些观众也来电问哈，说怎么能够找到您啊？有一些法律问题还想向您咨询啊。观众朋友们，如果有法律方面的咨询，请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我可以提供免费解答和咨询。其实大哥大姐无非就是不能适应退休过后2人世界的生活，你俩都适应不了。如果没有他的话，你的这个退休生活比现在要糟糕的多得多得多。你想啊，你突然之间从工作里面一下子退下来之后，如果没有你太太在旁边给你整那么多事儿，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变成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很孤独，然后晚上就找个人去喝酒，喝完酒就到处骂人，骂天骂地，把所有人都骂跑了，然后最后又变得更加的孤独，然后觉得自己更加的没用，然后白天的时候浑浑噩噩。但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太太天天在给你整各种各样的事儿，整到最后连车都给你整一辆来，用一个你不会的东西逼迫着你，倒逼着你去学习。你这个高啊，你这真可以。我相信你在买车的时候你是想过的，不是没想过。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来倒逼你们两个人去学习。我相信你曾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贡献的，但是人的角色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们始终会处于一种没有办法着陆的感觉，就你脚着不了地了。比如说我爸退休的那几年，他非常的痛苦，就天天在那边种树，然后种的那些树又种不活，然后后来我怎么办？后来我就给他买 pad， 然后我就教他怎么去点开一个一个电影电视剧，他就爱看那些抗战片，他就每天看。后来过了2年之后，他说抗战片看完了，我又给他买了一手机，然后给他打开那个今日头条，他爱看新闻嘛，我说你每天就刷各种新闻。他花了大概有5年左右的时间，整个人心态才调整过来。我就是在训练他，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没有训练你，你的太太在训练你，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第二方面，每个礼拜给太太买一束花，每个礼拜给她发一个红包，不用大，小红包就行，不管多少钱。每个月带她去吃一次烛光晚餐，就3件事。这3件事你做好了，我跟你讲，你不需要说我爱你，他马上能感觉到，哎，我老公对我心里面还是有我的，还是对我之间还是有感情的。说不出是正常的，可能你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就是压抑的，但是我们从行动上是可以去做的。最后我要说，
他喜欢买东西和你喜欢喝酒是一回事。很简单，你克制买东西，你就克制喝酒。你跟他说好，你那有100多个没有付款的，我只允许你买10个，行，你7天里面就只能喝1天酒。能做到你们就谈，做不到那就互相不要管。每个人都有自己心情放松和宣泄的办法和渠道，对不对？好吧，就这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陆琪老师。大家去加一下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反正还有课什么的，送课什么的都可以看一看。就是特别希望你们能够开心的把后面30年走完，就开开心心的、健健康康的就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其实老公，你用不着那么小心眼儿。如果你要在家里头哄我开心，别老回来喝酒骂我，我不会往外跑的，甚至就是说少跑点儿。你就是吧，老说我没有自信，其实你比我还没有自信。其实我一直心中挺爱你的。听这个主持人，还有各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点评，每个人的观点，我们都应该吸取和总结。就说对于我来说，你每天就说在一起生活嘛，人之后都有缺陷。但你每天之后，就说你把大块的时间留给到外面你那些朋友，你把我自己放到自己家里边，你说你觉得我能得劲儿吗？那你让我搁家开心了，我就不跑了吧？那就争取吧。谢谢2位，请回，谢谢你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来，文老师能出吗？双出，肯定都会回来。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哎呀，辣眼睛！来，一起见证。哪样？你坐你这儿。好嘞，我知道了。你往后你对我好一点，我绝对不能上外头去。你别老阻拦我跟朋友在一起，然后呢，你少喝点酒，对你自己身体也有好处。好的，你少购物，少跟他们接触就可以了。对，我爱你，你爱我吗？好，爱你。你会像老师说的那样似的，每个礼拜给我一次。你从来没送过我花。你今天回家能送我花吗？哎呀，回家说吧，听不下去了，请亮灯吧。哎呀，一个细节说明，在同龄人里面绝对属于生活特别幸福的，从来没有哪个说很急切的，从那儿一出来俩人就在那儿抱上了。哎呦我的妈呀！祝你们幸福啊！相信一定会幸福。谢谢你们，请回。谢谢老师，谢谢主持人。谢谢，请回。这老婆厉害啊！就30年搞定了，退休依然能搞定你，只不过方法不一样。好，祝他们幸福，相信他们会幸福。来了解下一对夫妻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们结婚20年了，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苦，我老婆对我不离不弃，我发誓这辈子要好好和她走下去。可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了，我们却不是一条心了。我觉得我们的婚姻现在面临很大的危机，我真的很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可以挽救我们的婚姻。这是要拯救20多年的婚姻是吗？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有请。男嘉宾靳先生46岁，来自山东，婚礼主持；女嘉宾张女士43岁，来自山东个体。有请2位，有请。好，好，主持老师好。这咋了呀？婚姻遇上问题了。啥问题啊？本来是感觉很幸福、很稳定的婚姻，就是感觉吧，感情越来越淡了。我们之间呢出现了隔阂，前所未有的危机。就是说危机呗。
我们2个人是03年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呢，我开了一个服装店，他偶然路过的时候呢，到店里来玩，我们2人这样认识的。说一见钟情有点过吧，反正是第一印象特别好。我感觉呢，他对我印象应该也不错，要不然就不会在后边的时间有事没事的来店里找我玩。了解了一段时间之后吧，我们感觉反正有点彼此吸引嘛，我就主动给他表达了爱意。然后我们2人的爱情呢，也得到了双方父母的认可与祝福。在04年的时候，我们举行了婚礼。这一路走过来，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小有成就，然后我们也是有房有车，然后有3个可爱的姑娘。老大已经是16岁了，现在上高1；老2呢13岁，上初2；老3比较小，5周岁，上中班。我觉得生活虽然忙碌辛苦，但是很幸福，人生赢家，很知足的。但是呢，我感觉他变了。我比较主张就是说，在我们擅长的领域去努力去深耕，而他呢，有些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不是，你先别扣帽子，您说他干什么了？那个时候吧，您告诉我们是。他碰到他的以前的一个老同事，说有一个好的生意，要让他投资，说可以轻松实现躺赚。什么叫躺赚呢？他是3万6一个股，他说你投上之后，每个月就会返3000，1年就3万6就回本了，而且可以一直每年领下去，投得多就赚得多。你想想，天底下有这么好的事吗？没有，投没投？投了3万6，开始挺高兴，头2个月返了3000，返了2个月6000。然后后来人家资金链断裂，那我也不想，那如果挣了呢？那如果挣上100万，你又不这样说了。您说那如果没有，而且呢，他被人都忽悠了，钱都打水漂了，他还是跟人家走那么近，每天呢还抱着手机跟人家聊天聊一些暧昧的话题，而且明显的我就感觉到那一段时间他的心思都不在家里，为什么呢？有时候包括家里的碗就摞在那里，有时候衣服就堆在那里，他都没有时间去打理。跟谁暧昧聊天？就是带着他一起投资做这个生意的男同事。那我不是想聊聊看看还有就是回转的余地吗？有一次呢，我本来是想拿他手机想看一下，结果我发现他手机密码给换了。密码换了不是因为孩子吗？有一次我那个小的孩子自己点了，然后几千块钱的东西我们都不知道，都记在家里了。但是你不是不知道呀，我不就是因为那个改密码的吗？好几年之前的事嘛。哪有好几年之前呀？不就是去年吗？然后你跟这个男同事聊上之后，你突然改密码了。密码我不是也告诉你了吗？我能不多想吗？在我再三的追问下，他不得已把密码给了我，然后我打开之后，发现他让人聊天记录没了。你没有干见不得的事，你没有心虚的事，你把记录删了干什么呀？那手机内存不够，那清聊天记录不是很正常的吗？你那个手机256个 G， 只用了50-60个 G， 就需要单独删你这个男同事的微信来。那我怎么是单独删了？我只是觉得和他聊的多一点没用的，我选了多少删的，我怎么就是单独删他了？其实别的你不知道。有一个问题啊，那个男同事跟你聊天记录不应该属于证据吗？对呀，那刚开始的时候聊天有的是，那这删的记录你聊天的内容明显的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嘛，你聊的内容有些过于暧昧吧。然后他手机的聊天记录删除了，他以为我就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我用电脑登录了他的微信，电脑里的微信记录是有的。然后我一看，他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之间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事儿，他都跟人家诉说。然后人家是在劝他的同时，然后挑拨我们之间的感情。而且他们2个人之间还经常说一些暧昧的话。我选取了几个，交给了我们的编导，我们可以看一下。不是，我们这个能看吗？律师，我建议还是看一下，为什么呢？可以看。刚才那个陆老师说的很对。聊天是一种证据，但是关键看它的内容。对呀，我们可以让这几位老师看一下，你聊的内容聊的是啥？你看这个，干什么去了？回家洗澡他回家了，我去给你搓背吧。10点到家了，准备洗澡。普通的男女之间孤男寡女，你能去给人家洗澡吗？给人家搓背吗？你看这个，怎么了？洗完了干什么？等你，洗完了等你干什么呀？这不又开个玩笑吗？你们看表情吗？你开个玩笑，你聊的也太没有边界感了吧？你知道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心里是怎么感觉吗？我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虽然是我知道
你肯定是没有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你聊的这些内容明摆着是有奔现的倾向嘛。而且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他的每一条短信我都感觉像是刀子一刀一刀在我的心上割这种感觉。而且当时的时候吧，我轰然的一下子就感觉我的婚姻面临到了危机，而且我都不相信这种事能发生在我身上。那你当时还打了我2巴掌，你都不说，你再怎么你不能打人吧？我当时看到了之后，我第一时间我是先做了我自我的反思，肯定是有不足的地方，才让他去从我们婚姻以外去寻找温暖。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时间，我觉得你这反应不正常，兄弟。我当时考虑过，我当时如果是直接跟他大吵，所以这件事情在你心里压根儿就没过去是吧？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刺激大吗？非常大。这件事情前后经历了多久算解决掉了？半个月的时间吧。然后我发现之后吧，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点破他，因为我知道他是特别爱面子的人。我当时就强忍着痛苦，我开始跟他旁敲侧击，我说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我也呢非常珍惜这个家。我这么多年，我也是全心全意扑在这个家上。我希望他能够感觉到那个时候能够对这个家重视，能够跟人家撇清关系或者减少暧昧。接下来换来的是，他并没有，还是继续变本加厉，然后继续跟人诉苦哪个地方做的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的微信你是一直在监看的，是吗？对，我在看着他，我等着他回头，但是我没有等着他回头，我没办法了，最后我只能跟他挑明了，结果他是咄咄逼人，死不承认，所以当时在气头上，我没忍住，扇了他2个巴掌。我也知道，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动手是不对。但是我后来回忆起来，明显的感觉他跟以前不一样了。你包括这个教育孩子方面等等，教育孩子方面呢，我一直主张就是说，孩子是一张白纸，父母是孩子的继任老师，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好的规划、好的引导。而他做的呢，就是说，孩子不管是对错，只要是孩子要求、孩子撒娇，我就一味的纵容他。那我不是他亲妈呀，不管对错，我就害孩子呀。都是老大老二，你像都是叛逆期的孩子，我能管得了呀？那肯定都是，你是他亲妈，我也是他亲爸呀。这个跟他那个男同事没什么关系，对吧？有关系啊。关系在哪儿呢？我们2个教育孩子身上的一些分歧，他就跟人家诉说，然后人家站在他的角度，跟他在那挑火，然后他就跟我对着干。这是你想的。现在教育孩子，你说都是两个大的都是叛逆期的孩子，你上来就吼，不中用就开始上手。你的一些教育理念只能会害了孩子。我们邻居都说，你这么大的孩子不能打，他不是说是那个就是几岁孩子，你像我教育孩子从来也没有说上来就上手。我教育孩子，我第一，我承认打过，但是打的不是很多。他的行为是错误的，我在苦口婆心地跟他分析，我说你这个事不对，他还不听。最后我给他适当的一个惩戒，是在保证他安全和健康的前提下。你到底怎么打？用手打过屁股，反正是。你不是还打他头吗？但是你也不能那样一味的纵容孩子吧，是不是啊？他纵容孩子什么了？比方说，孩子喜欢玩手机、熬夜。我说这个东西呢，你可能是沉迷网络、沉迷游戏，可能会害了孩子。我那时候给孩子定了一个规矩，我说你到家之后9点之前写完作业。你做30个俯卧撑，30个仰卧起坐，30个蹲起，你能获得30分钟的时间。锻炼不是他应该可以自己喜欢的吗？还有其他方式。他自己喜欢，但是你要是没有他喜欢的。所以你看啊，我没跟您抬杠的意思，我的意思是，每个人对这套东西都有一个自我认知。我们在这儿不讨论这些自我认知。对。咱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你们夫妻之间的事儿。我们夫妻之间。就是这个事儿跟人家那个男同事没有关系吧？有关系。然后我教育孩子，他就跟人家诉苦，然后人家就指责我嘛，他就跟我对着干嘛。好，教育的问题我们听明白了。您还有什么委屈？还有孩子喜欢吃垃圾食品，喝奶茶、麻辣烫，这个吃汉堡。老师，你说现在的00后，你说他又不吃那些东西的吗？你说我说的有吗？都是17、18的、14、15的孩子，他自己就从那个啥上就点了。你说我能说这，就说我管着孩子吃垃圾食品、喝奶茶、咱说实在话，孩子喜欢吃，偶尔吃一次也无所谓。但是他天长日久就拿个当主餐，你时间长了身体不出问题吗？这个好像跟那个也没什么关系。都有，所有这些事儿他都跟人家倾诉，人家就在里边，表面上像是在劝他，实际上是在那烧火。直接让他落到这事都让他给我大了，天天就说这事。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跟你的夫人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实际是有着巨大的分歧的。对吧？对，你把这个分歧归结为，你的夫人跟她那个男同事，
因为有了你认为的一些关系，所以所带来的。对，我就感觉他在从中有挑拨。我们明白了。孩子这个事儿咱就过，还有别的吗？还有什么？你看我们现在都40多了，年轻的时候咱们一无所有，没办法。咱现在也算小有成就了，而且呢，咱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咱现在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健康，是吧，养生提上日程？而且最近几次体检也都查出问题，你也明显能看得到，我们2个人体重都超标，他血压有点高，我血脂有点高。我说咱现在是不是饮食应该控制一下？我说这个也没错呀。然后我还精心的给他做了一个食谱，咱至少得有所节制吧。是啊，你是做了这个啥？然后呢，我一个是觉着少油无盐，确实吃不得下去；再一个是孩子吃什么，我就随着孩子吃了。你说，你吃了以后他就嫌我给你做的食谱啊，你不吃，怎么了？就这样说。不是，咱都不是3岁孩子了，而且现在身体已经开始出问题了，这不应该控制一下，是不是？你不能只依赖自己的口味啊。金先生，你发现没有？今天你在这个台上讲了全天下的道理，你都是正确的。反正我觉得我是正确的，我的出发点是为了这个家好。你身边的人觉得你索然无味。我现在关注的是，你妻子跟他那个前男同事关系现在断了没有？现在断了。刚才你有说到说，我一直实际是在看着他的微信的，是吧？没错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是没错吧？对。其实以我对人性的了解，大概是这样：如果我选择的话，我一定选择是有实锤的。对。那我们从吃瓜群众的角度看，你选择的一定是最劲爆的，对吧？对。那么今天选择的是最劲爆的还是？最劲爆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就看到了只有一条。那个说我现在回去洗澡，他说那我去帮你搓澡。这是你在半个多月的聊天抽出来的，能够非常清晰的让人感觉他跟那个男人是有暧昧的一段，或者叫几段，是还是不是？至少我认为他有那个倾向。是。好，更让你气愤的并不在于你妻子跟他之间的这个，更让你气愤的和你花大量的时间去描述的是你的妻子跟他那位同学探讨生活方向上与你不同的观点。对吧？对，我就感觉我们的矛盾就是被那个人给挑唆的。好吧，那接着说，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我就是感觉我为这个家付出再多，他都看不到。你还做了视频吗？我知道。你让老师看看你做的视频。什么视频？今年的5月20号是我们领证20周年，然后我还精心做了一个视频。520世界表白日。世界上最浪漫的3个字，不是我爱你，而是在一起。偶然间发现，当年我们结婚登记日期刚好是520，而那一天，刚好又是媳妇的生日，一切仿佛是冥冥之中的命中注定。如果说爱情是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浪漫，那么婚姻则是锅碗瓢盆、柴米油盐的琐碎与温暖。感恩一路有你。我就感觉至少我是用心了。我本来做着这个视频发到朋友圈，很多人都会被我们的这个恩爱所感动。没有吧？我以为他看到之后，你这个有人感动吗？反正有人说过。你感动没感动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不好意思啊，秉承了你今天在台上一贯的说话风格，你这是条讲道理的片子，你没有让我们看到你跟你妻子有多恩爱。我是希望我没被感动，通过这个我当时期许满满，能够唤起我们一路走过来的，让他你讲道理怎么想起一路走过来的美好，能够懂得感觉到我的用心，能够珍惜我们这个家。踏踏实实跟你过日子了吗？那个时候不是还没出现那个同学呢吗？对不对？对呀，但是我就感觉他现在他咋了？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之间出了隔阂，我就感觉他现在还没有完全把心收回来。所以今天2位来到底是干嘛？我感觉是面对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我本来是你的危机是来自于有人不听话了，你接受不了这个。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你不能天天就讲这些，你时间长了，我就想问，心也会累也会烦是吧？我想问一下，我又不是很爱表达的那种人。还有咱嘉宾老师，
我这里边所有我提出的这些，难道就一点对的都没有吗？咱跑题了，兄弟。可能我不对啊，我一直觉得一个正常男人或者一个正常夫妻之间，当出现这种事儿的时候，他的所有情绪应该是在这个情绪点上。他有没有背叛我？他有没有背叛我？面对他的背叛，我应该怎么办？而我发现你采取的是，第一是理性、理智，第二采取的挺可怕的方式。我开始用我的方式监控你，我还不告诉你。不是，我没你想象的有那么有心机。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呢？不是我想象，我是想出来的心机。你是把事儿都做完了。不是，你说我有心机，你告诉我你今天来到底是干嘛的？你是真想挽救吗？我来，我肯定是真想挽救。确定？我确定。好，您今天来是干嘛？我本来不想来，他非让我来，然后不解决这个事情，就好像过不下去了。还想跟他过，对吧？也没说是想着不和他过，但是呢，他天天这样，我也有点受不了。他就是这段时间才这样，因为你出了这个事儿，还是20年的婚姻一直是这样的。以前也这样，这几年更厉害了。明白了，你们听听老师们给你们一些建议，看看该怎么做，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位先生，就是您对于女儿的教育是绝对失败的。无论如何，你不能去打一个女孩。第二点就是，你很喜欢上纲上线，你知道吗？你总喜欢搞一个道德的一个戒尺，随时要落到任何人的头上，然后你就要去鞭策他。那么第三点，你的自信不是天天去看你老婆的手机。当然，从道德上来说，你这样确实是不对的啊，只是他没有抓住你实质性的事情。你如果还是过去的认知，现在的这样的环境，现在的状态的话，说实话，您可能很难挽回这段婚姻，或者说想要在未来的婚姻生活中过得幸福，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木已成舟的情况之下，你让我们抹掉所有人的记忆是不可能的，我们抹不掉你的记忆，也抹不掉您夫人的记忆，我只能告诉你，接下来你应该怎么去走。接下来你们应该一起，哪怕我觉得是去找老师也好，找心理咨询师也好。两个事情，一个是关于孩子的教育，一个就是关于你们夫妻的信任问题。就这两个问题一定要去解决，而且不要混为一谈。女士呢一直说了，我记得你说2到3遍，叫开玩笑，这个观点我不认可。为什么？世界上就没有玩笑，因为任何的玩笑里面都有真的成分。你所谓的玩笑，其实你根本说服不了你丈夫。你要爱你丈夫，你就深爱；你要不爱，就彻底说清楚，不要搞那种暧昧，包括言语的暧昧，因为暧昧害人害己。然后是靳先生，控制欲极强的人的特点很多，但是有2个比较明显的特点。第一，往往不会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你喜欢用强词夺理的方式为自己辩护，并且用自己的标准去说服别人，这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你不信任别人。这种不信任呢，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基于过去的被欺骗呀，某一件事情触动了你了，所以你产生了不信任别人。千万不要翻旧账，翻旧账就相当于揭伤疤，一揭伤疤都疼啊，一疼就吵啊。我觉得你老婆她要投资啊，就让她投资，只要这个钱是可控的，人教人是教不会的，事教人一次就够了。你看，你老婆现在不是不投资了吗？就让她吃点亏，不挺好的吗？我觉得就你们俩之间问题，出现的一些纠纷，我觉得问题80%到90%在你这里。你适当放权，你别把什么都攥到自己手里，你太累了，真的。好，谢谢任律师啊。想更多了解任律师的观众啊，现在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途径，就是去关注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您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就可以去咨询了。我最近特别喜欢看一部电视剧《凡人歌》，然后《凡人歌》里边有一对夫妻，跟你们年龄差不多大，腊尾夫妻，中年危机，2个人都失业了，妻子是2个孩子的母亲，全职太太很多年没有工作，所以去找工作，从以前月收入2万多，到现在找一个月收入6000的还会被欺负。但是他们2个有一个最好的地方，彼此一直在互相的加油打气，从来不说泄气的话，从来不埋怨对方，只是加油鼓劲。所以我会觉得，即便他们最后很辛苦，
但他们最终能够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甜蜜，就在于此。所以我觉得纵观你们两个人，为什么你觉得很苦很累？为什么你也觉得家里边没有一丝的温暖？因为你们都不愿意给温暖给这个家呀。我觉得有一点，我特别想跟先生说，那投资真的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吗？一定是您默许了，你可能阻拦了，你说哎呀不合适吧，但是在他的要求下，你也就默许了。所以没有你的默许，他不敢拿钱去投的。因为其实你们两个都想要这个家变得更有钱，希望这个家有钱是共同的决策，但不小心失败了。因为他刚才有一句话，他说2个月收益都很高的时候，其实我能想象他收益他一定会跟你讲，你那会儿一定觉得还很开心，但是你没想到失败了。可是人都不喜欢把失败归在自己身上，于是你得找一个背锅侠嘛，他不就背锅侠吗？但是夫妻不就是该共担责吗？真正能够担大事的男人，就是在责任出现的时候会跟自己的家人说，没事儿，有我在呢。同样，我倒不说你行为一定出现越轨行为，但至少你行为跑偏以后，你对这个家的投入就没那么多了，彼此心生埋怨，这个家肯定没温暖。所以我会觉得你们两个现在最大的是你们思想不统一了。你们各自都有外心了，我所说的外心不是说外面有人，而是你们不愿意把心思真的放在家里，真的不想让这个家里边每个人舒服，所以你们才会很累，越累越想跑，越想跑越觉得这个家没温暖，越觉得没温暖的时候，所有的气儿只能往最弱的人身上撒，谁呢？孩子。所以你就打孩子吗？可是打来打去，最后你会发现家可能打散了，你会觉得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啥也得不到。所以就最后送你们一句话吧，每天晚上好好的说一点彼此关心和取暖的话。整个事情里面，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什么？最可怕的是先生看到妻子跟别人暧昧之后，他的内心是窃喜的。你不是愤怒的，为什么？愤怒无法遏制，愤怒当场就要爆炸。听听课，我希望你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对于前一段家里面的这场风波，你在心理上能不能过得去？过去的标准是我不再提他了，且我不再记恨他，能不能过？我能做到。你确定吗？我确定。确定能过吗？对。这事儿就没有了哈。对。他说他翻篇了，这么多年过下来，你对他是什么样的感情？他也为了这个家吧，也很辛苦，也不容易。但是就是有时候他的脾气和他的思想，现在我们不太在一个点上，其他的其实也没有什么。我把它直接翻译过来，大概这样还可以，凑合过日子，这个男人不错，还可以。但是如果想让我们幸福的话，大概这个男人需要改改了。改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我跟他吃不到一起，我跟他聊不到一起。你放松一点好吧？就是你们婚姻的事儿，我觉得没啥说，我就特别希望你放松一点，太崩了。你要真的就说我不想过了，你今天就非常坦诚地告诉他说，我就不想过了。要想过这日子，觉得只要调整，我们就还能往前走，就告诉他，好吗？哎呀，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我想对你说的是，首先我要感谢你在茫茫人海之中选择了我，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陪我一起同甘共苦，一路走过来。我也知道，我肯定不是这世界上最帅最富有的男人，但是我一定是最适合你、最爱你的那个人。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完成你对幸福的憧憬与渴望。珍惜你，要超过珍惜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缺点和毛病，我愿意去努力的去改变。我也希望你也会有所改变，我们一起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相互鼓励，创造美好的生活。哎，谢谢两位，请回，请回。来吧，文老师。双出。我认为男女嘉宾都会回来。双出。我真心的觉得妻子最好是不要出来。我就在想哈，他老婆要的是什么？他老婆要的是
我赔了那3万块钱的时候，他拉着他的手说：“老婆没事儿。”哎，当时也怪我没拉住你，我拉住你就好了。他老婆可能要的是这个，但是他给到的都是那个。我希望的是喝一碗面汤，您给我上了一碗大鲍鱼，我确实臣妾吃不下呀，有这感觉是吧？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请开门。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请开门。得嘞，我们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各位，请见证。现在是你，最终还是你。我想对你说，你还有孩子，还有这个家，在我心里是最重最重的。我也知道，很多时候我的动机是好的，我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我的方法是不对的。可能我的一些好意，在你那里会成为一种束缚和压力。今天在这里，我最大的收获就是通过各位老师的点评和指导，我真正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所在。我今后会尊重你的选择和爱好，开心就好。我们一起把这个家好好经营下去。来，请亮灯。哎，行吧，回吧，加油吧。你放松一点儿，你太紧张了。你看你老婆，人家那个说的真是，最初是你，现在是你，最终是你，多精炼呀！你这就啰里吧嗦一大堆。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你给别人自由，不就给自己的自由吗？你太紧了，兄弟，请回，请回，请回，谢谢你老师。行吧，翻过这道坎儿，希望他们幸福吧。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让我们再一次谢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分享，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